每天凌晨4点，70岁的孙恩师傅都要到禅城最大的批发市场，寻找合心意的猪蹄。今天他最小的徒弟于秀丽，第一次跟他一起选购食材。230斤，呢隻有成300斤。300斤。呢啲咁大隻我哋唔啱啊，師傅，即係太長啊。太長。我哋就要啲85、86嘅豬腳。85、86最啱。最啱我哋。係啊。小魚已經學會孫師傅的全部手藝，選豬蹄卻是第一次。基本咧啲批豬就靚啦，表皮咧就冇乜花痕，又滑醬加紅嘅，因為搽胭脂咁啊啲都。孫師傅對豬蹄的要求很高，能入他法眼的並不多。凌晨5點半，終於把豬蹄都搬上車。如此嚴選豬蹄，是因為他們做的是傳承了300多年的佛山傳統美食。孫師傅是這項非遺技藝的頂級技師。小魚最近要帶着這道名菜參加美食推廣展覽，孫師傅特地給他開小灶補習。做扎豬蹄的第一步，剔骨。用利刀自上而下開一條口子，然後將豬腳骨剔出。整個過程必須十分小心，一旦豬皮劃破，破壞品相，就只能棄用了。最難剔的位置是豬腳尖，皮薄脂肪少。角度和力度稍有偏離，就會前功盡棄。慢慢拉刀啊！如果你出嚟咁撳就唔得，出嚟咁撳咧，又好容易將刀跣嘅，一跣咁咪就爛啦。師傅你睇幾靚？豬皮起得差不多了，肉餡兒也在同時準備着。一大早，店裡其他師傅便把爽而不膩的豬頸肉切成條狀，調好味兒。把醃製好的豬肉條逐一穿好，放進炭火烤爐，烤到3、4成熟，香味兒開始外溢，便可取出。但這並非最後一步，還要把調製好的秘製醬汁撈勻豬肉，再醃製40分鐘。最後，把這些豬肉條切成10厘米長、3厘米寬的薄片。這些豬肉的加入，賦予了佛山韻扎豬蹄與其他豬蹄不同的風味。孫師傅，啲肉燒好啦喎。好。哦，多謝明哥。開檔嚟。以前咧一層瘦啊，一層肥啊，家咧就2層瘦啊，1層肥。把豬肉片放進豬腳皮，肥瘦相間，整齊碼好。每個邊角用肉碎塞滿，直到豬蹄恢復飽滿的外形。隻手指夾住，唔夾住佢一邊標上係唔齊整。再用水草將豬腳裹紮嚴實。忙活了一上午，師徒倆僅僅完成了扎豬蹄這一步。接下來，韻製即將開始。用30多種純天然材料製成滷水，再將捆紮好的豬蹄進入滷水中，用明火慢慢煮1個多鐘頭。一隻隻甘香美味的韻扎豬蹄出鍋了。不過，看着熟透的豬蹄，還不能夠大快朵頤。加番草，我喺條定型棍咧掹出嚟，再綁嗰啲
新鮮嘅水草落去，咁啊靚仔啲。紮完咧就揾鹵水撈落去，2分鐘到咯。第一消毒，第二好味些少。熨不同于卤，前者用了香料赋予食物香气和味道之外，还利用了适当温度的调味液作为介质，为食物杀菌保鲜。把猪蹄切片，放进瓦罐中，淋入卤水，可以保存3、4个月。300多年前，这种手法就可以将佛山扎蹄带到远离产地的地方品尝。至此，佛山熨扎猪蹄名扬天下。这家300年的老字号，从古时老铺搬到郊區，顧客也一代接一代地追隨下來。細個嗰陣咧，屋企好窮嘅，咁啊逢年過節咧，阿媽先會買少少俾我哋家下菜咁嘅啫。所以而家大個咗咧，啲好中意追翻呢種味道，得閒又帶翻阿爸阿媽嚟試下，再食翻。整根豬蹄在食客面前早已偷梁換柱，順滑地被切開，一片片粉紅玲瓏心，入口皮脆肉香，鮮甘可口。熨扎豬蹄的製作工藝有大小工序30多道，即使是熟練的老師傅，一天最多也只能做20多隻。孙師傅堅持這行已經30多年，但願意入行的徒弟越來越少。在與特殊學校多次聯繫溝通後，孫師傅終於迎來了他19歲的小徒弟，暫時保住了老字號的傳承。在梅州豐順的鄉間，每逢重陽節，宴請老人依然是最重要的敬老活動之一。而當地喜慶宴席的餐桌上，總少不了一道傳統佳肴——炒麵線。300多年歷史的湯南手工麵線，在本地家喻戶曉。細長的形態，寓意着長命百歲、長長久久。它的口感柔韌鹹香，老少咸宜。同樣是小麥做成的麵食，在這裡卻被叫做麵線而非麵條，是因為麵線非常細，3根麵線同時穿過手縫針，綽綽有餘。凌晨4點，羅敬榮和妻子陳尚玲就來到作坊。做麵線要靠天吃飯。每年10月之後，天氣少雨乾燥，是做麵線的最佳時間。開工頭一件事便是吸井水，按比例放進鹽，用來調製麵粉。要看天氣的，陰天就多放多一點。接着，羅敬榮把小麥麵粉放進攪拌機。100多斤麵粉攪拌完畢，揉麵、割麵、抹油、搓麵，麵團不斷地變化着。羅敬榮用多年的經驗，把握着製麵的節奏。蒙着眼睛也可以做了，做了30多年了。想做老闆做不成嗎？去做麵條嗎？做麵條太辛苦啦。麵團搓成細條後，需要醒麵一段時間才能夠繼續。夫妻倆趕緊扒拉一點稀飯作為早餐。那個麵條塊啊，沒辦法，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。麵條如果你不要去搞它，它就要掉下地下來。
那冷一下下，竹子都上不上去了。和从小跟着父母学做面线的丈夫不同，陈尚玲出嫁前从没接触过这一行。那么辛苦，谁要嫁过来？今天呢，做的没完没了，没时间出去玩，要做面条，连这个大门就不出的。要生活嘛，就要做一点面条啊。他最喜欢下雨天了，不要赚那么多钱，人生过得快乐就好，是不是？吐槽归吐槽，活儿还是时刻惦记着的，因为面团发酵太久会变稀，就无法上面杆了。陈尚玲扎起马步，将细圆条状的面条以8字形环绕在2根面杆上。两人无需言语，合作无间，仿佛对着木桩耍功夫。面条被快速支满了杆子，把面杆挂到面柜里，再一次醒面。半小时左右，这些长长了的面条即将走出温室，接受阳光的洗礼。要把面条拉成面线，得讲究巧劲儿。拉、甩、扯、拖、弹，将面线拉得越细越长越好，一般可以拉出大概2到3米。晾晒时要根据风、湿度和光照来控制日晒时间，这其中细微的变化完全依靠制面师傅们的多年实践经验来掌握。变白、变干、变硬，就可以收了吗？还没等夫妻俩坐稳凳子，面线已经晒干了。你走了它就干了，你不走它就不干，所以就不敢跑嘛。不及时收就会撂在地下嘛。两人赶紧小心地把面线收下来。这时的面线离完成还差2道工序：蒸熟消毒吗？为了健康吗？面线还需放入蒸笼中蒸2个小时。取出后，便要趁热打包，扎成一束束1斤重的面线。热度就是要很烫的时候才要搞，不热就会粘上去，不好弄了。汤南手工面线这10几道制作工序，每一个步骤，做面人心里都放着一个时刻表，那是人与面的默契度。从凌晨4点开始揉面，到当天下午4点将包装好的面线送出，一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下来，即使夫妻2人通力合作，也只能做100多斤的面线。面线在煮食之前，必须先在热水里烫一烫，减少盐分，再过一过冷水，使面线恢复紧实。比起一般炒面猛火快炒不同，面线久炒不烂，要用慢火不停地翻炒，才能炒到干爽有筋道。做汤面则简单些，前面步骤一样，煮汤时加入自己喜欢的其他食材即可。一天里能坐下来好好吃饭的只有晚餐。这样好啊。夫妻俩就着赖以为生的面线，喝起小酒，如同300多年来镇上的制面人一样。如果明天是晴天，也将会是劳累但美好的一天。顺德大梁旧寨村，一条不起眼的巷子尽头，平时静谧得很。
可一到周末却人声鼎沸。不少人特地前来，只为品尝当地著名小吃水牛乳制品。这是一种异常难忘的香滑美味。周慧珍用自家牛棚改造后建起这个店面才5年，但是牛乳这门家族手艺传到她手上已是第4代了。越做得越薄嘅話，就師傅嘅功力越高。醋一定要夠熱，同埋隻手一定要定。把加熱的牛奶與醋在小杯裡混合，拇指一拌，乳白軟滑的牛乳團就出現了。用手指碾平，壓去牛乳水分和醋，拇指再輕輕一點一揚，一片剔透的牛乳就不偏不倚地跳進了鹽水盆。短短10秒，卻蘊含了周慧珍家4代人製作牛乳的經驗。放好個心情，牛乳又做得好。如果你心浮氣躁嘅呢，佢做出嚟又霉又爛嘅啦。孩子們做的牛乳，阿珍媽媽總能細品出不同。周慧珍準備用牛乳搭配店裡最受歡迎的甜品之一翡翠涼粉。加少隻蜂蜜咧，佢好似含芝士咁樣，食嘅口感當好濃嘅牛乳嘅香味。這門手藝又累又苦，還賺不了什麼錢，所以年輕一代的順德人基本沒有學習傳承的動力。快少少啦，趕貨呢2日。80後的周慧珍已是牛乳製作業的新鮮血液。以前一直都係做代加工咯，幫人哋貼牌咯。到11年啦，創立自己牌子。而家我哋份額都去到70%嘅啦。做牛乳最重要是原料好。阿珍今天要到合作的養牛場看看情況。出發前還不忘給寶貝牛們帶上一些手信。父親周學成有多年養牛經驗，他傳授的神秘手信就藏在這2棵有30多年樹齡的水翁樹上。如果係生果，係咪加埋啲果落一齊播好啲啊？係咯。如果水牛體內燥熱，產出的奶質量就不好。用水瓮涼茶能夠起到清熱的作用。6、7幾個月啦，大熱啊！1個多小時熬製後，涼茶準備好了。牛乳的原材料是本地水牛奶，水牛每天產奶只有20斤，是普通奶牛的1/3，但脂肪含量高，特別香濃，因此製作出的牛乳也更受歡迎。阿珍和丈夫阿奇找到了養牛場的老前輩坤叔。叻叔，呢個俾你餵牛年，係咪呢隻？一隻後起碼管桶嘛。唔使，10噸左右就夠㗎啦。我就要1係清乳，2係開胃，3係催奶。有些秘籍只有老江湖才知道。偉叔，整緊咩喺度？你以為你㗎？係啊。今年79歲的盧博偉是順德如今唯一的牛乳印工匠。每個牛乳印都需要經過7、8道繁瑣的工序，全憑手工操作。靠着興趣，偉叔堅持了將近30年。做啲嘅唔揾餐做，揾頭做，做到做啦。一線就大型鏡，你個大型鏡就做。上世紀80年代，阿珍的媽媽就已經找偉叔做牛乳印了。一個牛乳印，在2種工匠的交流中，不斷完善進化。牛乳的品質必須保持100年不變，但是用途卻不能一成不變。虎哥、榮哥，哎呀，特登攞啲牛乳過嚟。虎哥和大廚張師傅是阿珍夫妻倆的好朋友，
他们今天要用牛乳开发新菜式。把牛乳切碎，塞进鲮鱼丸中，春卷皮切丝，裹上鱼丸后油炸，便是牛乳金丝球。酥脆包裹着 Q 弹，最里面的牛乳融化渗透，香甜升级。顺德人发明的5米粥浸鱼滑鱼腐，牛乳为绵滑清淡的粥水增加汁香，鱼滑鱼腐更甘香甜滑。笋壳鱼是顺德人最喜欢吃的鱼之一，在当地特色油盐清蒸的基础上，牛乳铺面，既可以防止鱼皮爆裂，还可以以咸引香，鲜上加鲜。啲牛魚啊滲咗落去啲魚皮嗰度啦，食翻細個啲味啊！但係佢又有翻啲牛魚香味。阿珍希望有朝一日，牛乳会成为顺德美食的主角，永远传承下去。黄粄是平远人最喜欢的客家小吃，在当地流传了300多年。所需原材料不过几样，但转化的过程却十分复杂。10月中下旬，其中一种食材的最佳季节到了。63岁的刘新明和妻子刘凤梅一早便出门，到山上寻找一种当地俗称为吊桃子树的植物。哎，呢條有數啊！睇下，梗係有2條啊！2條啊！係啊，好睇啊！吊桃子树学名叫油桐，是制作碱水的原料。刘新明坚持只用这种树烧碱，每年要收集几千斤。这个树是1000斤，熬到这坏呢是10斤左右。好重啊！把这些树木烧成灰烬，不是光点一把火就行。这个要烧1个钟头左右，烧到没有这个柴木呢，让它燎起来发成喷泡的火，不要有雾炭就可以了。木头烧成炭后，还要放回屋里，让高温木炭继续充分燃烧。如此费劲，所得不过几斤灰碱。其实大多数人做黄粄已经改用食用碱，但刘新明一直执着亲自制碱，因为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味道。晚上，刘新明还要起夜几次，搅拌炭火，直到1夜过后，木炭燃成灰烬，才算完成。同一时间，妻子刘凤梅也在为明天做黄粄而准备着。当地俗称的禾米是做黄粄的必备原料。禾米长在日照短、冷水浸泡的山谷，产量极低。浸泡1夜，等待明天的蒸煮。天刚亮，刘凤梅就把浸泡好的禾米放进木甑里。禾米软硬适中，久煮不烂。他们还需要在水蒸气里焖煮1个半小时。刘凤梅紧接着把丈夫昨天烧好的植物碱放到井子架上，用开水浇透，经过纱布过滤，浅黄色的液体流出，静置沉淀，就可以作为碱水使用了。禾米和碱水都有了，
只差金灿灿的色素了。把黄栀子、槐米放进烧开的碱水里，一起煮半个小时，天然的色素便出炉了。把这亮黄的碱水倒进河米里搅拌后，抬到院子。传了几代人的石臼，要交给刘新明和他的侄子了。河米必须趁热冲打，俩人先用直锤围着石臼同方向绕圈碾压，待到米粒搅到6、7成烂，便换上横锤，沾沾碱水，接着冲打。干这活儿得讲究默契和节奏，稍有不慎，15斤重的大锤子就可能抡到身上。石臼冲打这种古法，年轻一辈已经不会用了。好在叔侄俩还一直保持着这一传统。冲打出来的米团还热乎着，马上放到了抹了茶籽油的竹匾上搓揉，再捏成一个个8两重的条状黄板。二女儿刘玉凤在城里经营着父亲刘新明交给她的黄板小店。传统的条状黄板是当地逢年过节走亲戚必备的礼品。黄澄澄的外表像金条，寓意丰衣足食，加上健脾消食的功效，给过节的人们解解腻，既好看又好吃。刘玉凤把传统黄板改良成饺子，包上馅料，吃起来更香了。一代又一代的传承，老刘家的黄板终于也随着平远人的脚步走向4面8方。新鲜出炉的黄板，当然要一大家子尝一尝了。黄板的做法有很多：土猪肉炒黄板，荤素搭配，不油不腻，韧爽滑口。黄板饺子经过香煎，外脆里嫩，咸香适口，最受大家欢迎。劳累过后，还有什么比一家人聚餐更快乐的事呢？快拜了，祝黄板了。黄板在客家人的餐桌上流传了数百年，见证着客家人的勤劳与爱家。快些啊！厨师江新灿来自佛山张茶。清末民初，广州高级酒楼的大厨、点心师傅8成都是张茶人。追根溯源，背后少不了百越美食第一人姜太史、姜孔英的功劳。这位清末大儒精研饮食，家宴上每摆出一道新菜，就会被各大酒家争相效仿，推动了近代广府菜的繁荣。从厨30余年的姜新灿也受其影响，成为姜太史家宴传承人。姜太史家宴的一大特色是因地制宜，粗菜精做。姜师傅今天要邀请朋友们试菜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本地特产沙口笋。娇姐，喂，唱歌。娇姐是姜师傅的老朋友，经他精心培育的沙口笋多次拿下笋王比賽的冠军。落咗只先啦。嗱，呢度有啲筍啊，嗱，呢度濕啊，開始有。即係筍尖濕嘅地方就有筍噶啦。得，交到功課。筍除1兩，黃金萬兩。再整多2錘嚟，我哋步步高升。3除4
四菜。有高人指点，姜师傅很快就挖到第一只亮笋。掂咗。嗱，頭大尾細，煙斗形，象牙色，準備去再攞第二隻。沙口笋通常长在江河冲积层，这里的泥沙混合，土质松软，营养丰富，使沙口笋具有肉甜、爽脆的特点。姜师傅告别娇姐，去尋找家宴中必不可少的食材米酒。歡迎江師傅過嚟一齊睇睇我哋陳太家酒莊嘅酒窖啦！哇！一大埕酒睇先，哇，好多酒喎！好菜要配好酒。石湾酒厂在佛山已经传承了190年，酒窖里常年25度恒温恒湿，酒壁上的钟乳石状微生物群，形成有利于酒液催陈和纯化的最佳环境。1895年开始，就有陈太吉酒庄酒储藏在此。我哋家陣準備打開嘅呢缸酒啊，我入廠都有20年啦，20年前肯定喺呢度啦。呢度，哇，滴金咯喎，20年嘅酒啊！江師傅都迫不及待咁樣試一試啊！感覺咧就係一個蜜香、花香、蜜香、花香、米香。一见到好酒，姜师傅兴奋不已。100斤大米只能酿出5斤头酒，再经过整整19年的陶缸冻藏，待到酒体老熟，才能进入深处的这个酒窖，等待买主。呢個酒咧就係我嘅成品酒，同你嗰個江太史家宴就真係絕配啦！好，我1、2，點位置翻去？一切准备就绪，姜师傅在私房菜馆忙活开了。笋要新鲜才好吃，首先处理它。燒筍嘅特點就係清甜爽冇渣。沙口笋鱼蓉粥是本地的经典菜式。姜師傅煎魚的手法堪稱教科書。嗱，呢個叫做猛鑊陰油。咩叫猛鑊陰油？將隻鑊燒到佢熱，跟住落凍油響度算，燙鑊倒翻啲油出嚟。用油咧就係灑啲鹽，佢就唔會黐鑊噶啦。個魚皮佢唔會爛。關鍵時間就灒滾水。咁做出嚟嘅魚肉咧就會有蒜煮肉㗎。爽脆与绵滑的口感交织，鲜甜暖味。笋係屬於地上鮮，魚係屬於河鮮，係咪？兩大鮮結合，鮮甜兩個字。五寶糯米釀鯉魚是張茶節慶宴席上的傳統菜。五寶就有蓮子、綠豆、糯米、瑤柱、冬菇、腰豆。燒酒當然肯定係山地道嘅綠冰燒。呢個咧係張茶一個傳統，食糯米就唔食魚，比較補身啊，個口感非常之豐富。咁蒸嗰陣時咧就記得啦，灑少少喺個底度上，就可以蒸氣流動嘅作用，將嗰個魚汁有少少黏稠度。這條大鯉魚要隔水燉3個半小時，直到魚肉融化，鮮味完全滲入糯米中，留有淡淡的酒香。重頭戲是一道姜師傅研發了1年多的菜式，其中酒擔當了最重要的角色。選取豬前排第8條肋骨上肥瘦相間的肉，用當地的玉冰燒酒浸泡2天。浸泡過後的酒要倒掉，
重新下酒去煮，能让肉的鲜嫩度再次升级。1个半小时后，取出猪肉，改刀切件。姜师傅用西式烹饪手法，喷枪炙烧猪肉外层，让每口肉都外酥里嫩，带着淡淡的酒味儿。再用青瓜垫底，陈太吉冰烧玉锦绣上桌了。太吉冰鮮肉感受。今日心存感激，多位老師光臨江蟹子家宴嚇，祝大家掂個碌蔗，祝大家掂個碌蔗。乜嘢？我個人咧我就中意食雞胸肉，靚雞就雞胸肉都好正嘅，有皮好大錢，抽你嘅。嗰次話你就俾大家嚟檢驗下啦。湛江拥有全中国最长海岸线的城市，海鲜是许多本地人的心头好。傍晚，马三姐和丈夫跟往常一样，来到遂溪草潭港口，为自己的早餐店找靓货。马三姐看到刚上水的海鲜，两眼发光，手下不停。啲海鮮攞翻嚟一定要新鮮嘅，如果唔係，啲街坊一定唔同你收貨嘅。她的早餐店开在80多公里外的湛江赤坎区。想想不到12个小时后，就能让店里的老街坊们吃上自己亲手挑选的一手海鲜，每日这样往返，也是值了。清晨5点，赤坎老街上，马三姐的早餐店开门了。大伙儿各司其职，先抓紧处理食材，等待客人上门。最早的一批客人大多是学生，这里的早餐是从小陪伴他们长大的味道。马三姐的早餐店开了20多年，早就成为街坊们每天开启味蕾的第一站。除了肠粉、豆浆、油条等传统早餐，店里还有不少海鲜特色菜。生猛活泼的跳跳鱼，搭配牛肉、猪腰、鸡子儿等做成滋补汤，营养丰富，口感浓郁。招牌菜海鲜捞粉是马三姐自己琢磨出来的。顾客在泥丁、象拔蚌、海螺、鲜鱿等10几种海鲜中任意挑选。热锅下油，先下配料，再翻炒海鲜，加上米酒去腥，加水焖煮，然后再加入独家秘制酱汁，一股浓香钻进鼻孔。炒熟的海鲜浇到米粉上，一碗汇聚湛江海鲜精华的捞粉上桌了。自从一部在此拍摄的网剧《隐秘的角落》走红，马三姐的海鲜捞粉变成了网红美食。节假日，很多游客慕名而来，体会在海滨城市里早餐便吃海鲜的豪横。马三姐坐镇唯一主厨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但无论如何，她每天总会抽出时间到水井边上陪街坊们聊聊天。
泥井夠大條。今日要表揚你個泥井。多謝你啊！聽朝再放多啲，可能仲好。我哋屋企啲小朋友去到大學回來都要指明來呢度食早餐㗎。20年咯，差唔多有。咁證明我哋都識得20幾年啦。街坊街里啊，是所人。20多年的早餐店生涯，马三姐永远忘不了的是街坊们在她刚开店的时候对她的鼓励和帮助。非常之好，呢度嘅街坊，交心啊，好交心，熱心。啱嚟開檔嗰陣，呢個檔口係冇水嘅，冇水冇電，佢哋都好幫。俾你接水啦，俾你接電。初時創好更新啊，有啲減速。啱開店，一天嘅盈利係80蚊。後尾得啲老街坊啊支持撐啊，味道跟住好咧就嚟幫襯。除了马三姐的早餐店，赤坎老街上的老字号比比皆是。流行了几10年的街边小吃依然深受欢迎。学生时代最爱吃的牛杂，还能与朋友分享。开了半个世纪的老咖啡店，认识几10年的老友们还在每天聚会。年轻人在外闯荡，回归老街开的新咖啡馆，老街坊们也爱来坐一坐。老字号的守卫者，在岁月变迁中，耐下性子锤炼手艺，用他们的匠心成就美味。混雜主題傳承300年，湯南米線，又香又好食，大量鮑魚，鹹香口味。客家味道傳唔退，人人澎湃來上派。傳承有道，江太史家宴。老街老字號，海鮮撈飯好味道。